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聊任志强的故事啊。任志强我见过几次，我还采访过他。说句心里话，我能走上主持人这条道路啊，跟他还多少有点联系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啊，深圳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做“22度观察”，他们在北京设了一个点儿，找了一个主持人，在北京呢采访一些社会名流啊、著名的企业家呀、公共知识分子啊。他们请我过去啊，给他们做策划。有一次啊，这个栏目就采访到了任志强，我就在现场。任志强这个人呢，有语言暴力，说话一方面气场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要是能够跟他对话的话，会激发出非常精彩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能跟他对话，他会全场压制你，甚至对你进行羞辱。我们那天那个22度观察的主持人呢，就在现场被任志强的语言暴力所震慑住了。任志强就会说：“你懂不懂？你不懂的话，你别瞎问。你连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你还来采访我？你不是耽误时间吗？我给你上课。”他就全是这种语气啊。我们那个主持人因为经验不是很丰富啊，基本在现场就傻了。我是曾经亲眼见过任志强在现场啊把一个女主持人说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啊，确实叫人大炮啊，硝烟弥漫，名不虚传啊。事后在总结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在现场应该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后来他们那个头就说，他说既然如此啊，志安呢，干脆你就上去做采访，你别在后面瞎指挥了，你指挥还不如你上。我当时呢，在社会上也做一些节目的嘉宾啊，但主持人没做过，我就说我行吗？他说你一定行，试试嘛，怕什么的。我后来呢，他们就安排我上去采访其他的嘉宾啊。我整了一身西服，就上去开始做主持人了。一做呢，效果还挺好。然后呢，因为他那节目是在卫星上播出啊，所以我们台里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部主任就找我，他说：“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人，你怎么能到深圳卫视去做主持人呢？你不能干了。”我说：“这个毕竟做主持人对我来说还比较有吸引力啊，在台里头看能不能给我提供相应的平台啊。”我就跟我们主任谈条件，他就说：“等我们马上新闻频道改版了。”要么让你做主持人，要么让你做评论员，你赶紧回来。后来我们新闻频道改版的时候做样片，我还把任志强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做了一期辩论节目。我们的第一个辩题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房地产市场现在的乱象啊，它的原因、它的源头到底是不是期房预售制度？我做主持人啊，请那个有舒可欣、秦兵、任志强。预售制度本身并没有错，你说中国的法律不健全，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和预售制度没有关系。全世界大概96个国家在执行预售制度，但是人家预售付多少钱？人家不管付多少钱，和付钱没关系，不要脱离开价格。这是我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主持人，也是采访的任志强。这之后呢，我就慢慢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其实我能够做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跟任志强还真的有点关系啊。咱们接着说回任志强的故事啊。任志强86年年底啊，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啊，华远呢就找到了他自己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做房地产。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陆陆续续开始实行商品房制度啊。这个时候啊，过去几十年计划经济所积累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大家过去都是住房分配嘛，住房条件非常差。所以，当房地产商开始提供商品房的时候啊，这市场上有巨大的需求。同时呢，他们也在做一些商业地产，所以华远地产立足北京啊，就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在香港的上市，应该说非常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任志强也慢慢的从一个房地产商变成了一个公共平台上发言的意见领袖。任志强当时所发言呢，主要是替房地产的市场化鼓一呼。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具备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子，而只能做到帮助租不起房子的人租房子。这两个差别是巨大的。而我们的政府恰恰做的是用限价房、用经济适用住房来让你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子，这是对一代人的一个毁灭。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因为我买不起房子，所以我幸福指数低。这些话啊，一开始啊，大家听得不是特别惯，甚至觉得很刺耳。你比如说任志强说，他说房地产商盖的房子就是给富人盖的，穷人的房子怎么办？那是应该由政府来管，政府去盖
经济适用房应该盖保障住房。房地产商的使命是什么？他为股东服务，就是应该赚钱。当有人说让任志强公布房地产商的这个成本的时候，他说那不行，这就相当于让一个女性啊脱光自己的衣服给你看3围，是吧？而且他说房价也不贵，他说你看那一个胸罩才那么大一点，卖几百块钱，相比于那房子来说，这房子比那个胸罩便宜多了，是吧？那房子比胸罩重要吗？我代表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问个问题，他们现在的现实问题，这不在凤凰卫视吗？在北京这儿工作吗？那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就租房子吧，具备有钱有能力就买啊，没钱没能力就别住在北京啊。2010年5月份的时候，他去大连去参加一个论坛，当时就有一个人在现场给他扔鞋。这个人呢，就是到大连打工的一个人。他由于买不起房，自己的女朋友吹了啊，天天听到任志强在网上鼓吹房地产市场应该市场化，他就认为任志强应该为这个负责，就给他扔鞋。2007年的时候啊，任志强被评为人民公敌。任志强事后觉得还挺骄傲，他说是人民公敌啊，最想打的人中间，第一个是小泉，第二是陈水扁，第三就是他。他说你看，我是中国啊最值得揍的人，是吧？但是渐渐的啊，任志强的这个市场形象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由主要在房地产领域内发言，慢慢过渡到了一般公共领域。在一般的公共领域内，他主要是批评政府在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同时在其他的社会领域内啊，也替一般的老百姓说话。如果不修改宪法，还让农民永远是农民，我们就完了。城乡之间的界限要打破了，才能空间自由配置。如果城乡之间的界限不打破，你配置个屁啊！所以他就从了最想打的人，慢慢变成了最想架的人，从人民公敌变成了大众情人，变成了人大炮。这是他的公共形象的转换啊。这些年呢，他也参加了新浪微博的很多著名的这样的一些纷争。他当时怎么上新浪微博的呢？是潘石屹啊，请他到他自己长城脚下的一个私宅，叫什么公社啊，请了新浪微博的陈彤，然后凤凰网的刘春封金城、何丽这些人在这聚会，给他第一次介绍了新浪微博，他才知道哇，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此前他都不知道。然后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微博，为什么呢？因为微博最大的好处是，第一，你可以随时发布；第二呢，你发布之后啊，底下的评论可以跟你进行互动，这是新媒体的特点嘛。当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啊，一下子就吸引了任志强。任志强也参与了诸多的公共事件，比如说在网上跟斯巴达论争，关于什么样的是企业的性质啦、普世价值啦等等啊。2014年啊，任志强就退休了，但是他并没有退出中国的公共舆论市场，相反啊，还继续成为了中国新浪微博上的一个超级大 V。那比我的规模大，我当时新浪微博上只有600多万，他有2000多万啊。我报纸上登一个什么什么标题的东西，哎，我觉得不对，我马上就可以用个微博发出去，这样的话就及时更正，和我这个组织一大篇文章写一个东西放在博客上，速度要快得多。管用。哎呦，我现在发现所以他说是自我保护的武器，是武器啊，公民武器，这个公民自我保护武器。但是啊，由于他这种口无遮拦，尤其是退休之后啊，说话似乎是变得更大胆了，也给他带来了他难以想象的祸端啊。2016年的2月19号，这一天呢，习近平到中央电视台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在自己的大厅的液晶屏上打了3句话：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这3句话当时发表出来，在社会上造成蛮大的震动，因为这3句话，熟悉中国语境的人都知道，基本都是军队使用的。媒体过去不说自己姓党，朱镕基时代都说中央电视台是人民的喉舌，而不是党的喉舌嘛。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不但是党的喉舌，还要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那你媒体的社会功能何在呢？所以啊，这3句话打到屏幕上之后，这就说明其实央视的这些主政者想要讨好习近平，而习近平对媒体的定位就是如此。这新闻发出来之后啊，任志强就不干了，他在网上就开始发言，他说：“哎呦，这媒体什么时候姓党了？这人民的政府花的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呐，你是花的都是党费吗？”紧接着他还就说：“他说如果媒体有了一个姓的话，必然的导致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啊被扫进你看不见的角落。”他的意思就是说，媒体就不该姓党，媒体只应该属于人民。但是这话就犯了忌了，因为在习近平看来，媒体就应该姓党，媒体不应该属于人民。所以他的话一出来之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党媒的围剿啊。当时有媒体就发表文章说，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勇气啊？因为这篇文章里就讲到了，党和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从来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党和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分立。所以任志强你在那说央视姓党不对，其实就是反党。然后当时乾隆网还发文章说网民教任志强如何做一个党员，中宣部自己的杂志也专门写文章炮轰任志强。2天之后，任志强的新浪微博就被封了，他自己在腾讯微博还发了一个帖子，他引用春秋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石头非常坚硬，你把它砸碎了，你也无法破其坚。红色啊，这颜色你可以把它磨成粉，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其色，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就是3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其勇的意思啊。不服，但是不服也没有用啊。很快，北京市西城区的党委就对他进行处罚，留党察看1年。这个处罚应该说是很重了啊。紧接着，任志强所有的社交网站的平台全部被封杀了。今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依法依规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姜军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这社会上有这么一种人，他其实你不让他说话，他难受。比如像崔永元这种人，你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讲话，比杀了他还难受。其实任志强也是这种人。所以2016年之后啊，任志强从公共生活中间消失啊。他其实我理解他的内心，他并没有离开公众舆论，只不过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所有对中国舆论市场的看法都压抑在内心。没有我个人的微博的时候，还有无数个微博在传播，我不会因为这个而失去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方向。很多人可能选择我不说话啊，我不说假话，但我可以不说话。但是像您这么一直在坚持说话、说真话的人，的确是不多。我很清楚，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做人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至少不想丧失自己的尊严。我和别人和很多人的差别就在于，我不需要再当官，我不需要再追求企业的利润，我不需要再为自己去争取什么名声、报酬或者其他更多东西。一直到2020年2月份的时候，武汉疫情爆发，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就挥笔写下了这一篇8500字的万言书。这篇万言书啊，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介绍过啊，他在前面就直指习近平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跳梁小丑，想当皇上，谁要是阻止他，他就让谁灭亡。紧接着后面他又分4个方面啊，讲述了就是疫情之后的种种乱象。第一个方面就讲了，他说你1月7号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批示啊，给人感觉你这里头只有成绩，没有任何经验。但是疫情是从1月7号开始的吗？不是嘛。那1月7号之前呢，你们做了什么？去年12月份干了什么？为什么1月1号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在抓那些造谣的人，就是李文亮？为什么？如果你的所有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疫情啊，会最后从中国蔓延到全国，又蔓延到全世界呢？既然你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你怎么解释？显然你的解释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第二个方面，他讲了关于加强疫情防控的重点，他说核心是对借机攻击舆论坚决予以制止，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灾区。实际上是想强调的是，整个防控工作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维护的核心努力不行。他说这是皇权思想，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君为天下，所以君臣同命。但是现代社会啊，是普通的老百姓才是天下，那么就不存在着所谓的君民同命了。因为你的执政党、你的船长是可以换的，如果你做不好就可以换嘛。虽然说现在是同舟共济，但是同舟共济不能掩盖你作为船长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于大考啊？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此次的疫情，也还会再出现下次的灾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媒体性当，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上对借机恶毒攻击的严惩的罪名，老百姓何以知道真相啊？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倒是没有真相的社会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第三个方面，他说，在一个专制的国家，这政府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常常让人没有办法适应。比如说，政府说了，一方面要加强防控，另外一方面要精准复工。那你说作为企业家怎么搞？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难以两全的政策嘛。而为什么政府要这么规定呢？就是他认为他说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废话。比如说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出了疫情，但是人家就没有影响社会生活啊，那是因为政府负责了政府该负的责任，企业负责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最终整个社会没有出现大的被干扰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社会运转。但是在中国呢，一声令下，基本上整个社会就停摆了。所以啊，他就说，其实在一尊的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第四，加强党的领导。他说，重心不在于唯我上，重在于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意来变成臣。你要冲在前面，我就用你；你要是往后躲，我就要把你收拾了。根源就是中国有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而只忠于皇权和维护核心的体制，只对党负责，而对人民的责任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最后他讲到啊，他说现在在中国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只有党的领导啊，没有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啊。所以他忧心忡忡地说，他说也许这个国家用不了多久啊，还会再来一次粉碎四人帮，还会再出现一个邓小平，还会再来一次改革开放。他说，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这个代价会让你清醒起来吗？以这个来作为他文章的结尾。他这篇文章啊，在疫情防控之初啊，流传在社会上，应该说是振聋发聩啊。显而易见，这篇文章也极大的触怒了习近平。我听说的版本啊，就是说任志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最开始北京市还是想保他的，给中南海上了一个处理决定，就是对任志强啊党内处分。但据说这中南海的批示是勃然大怒，必须要把任志强抓起来。其后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任志强在3月12号的时候被捕，3月19号的时候啊，媒体正式确认这一点。在同年的9月22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罪名呢，一共有4项，一个是贪污，一个是受贿，一个是挪用公款，一个是滥用职权啊。其中贪污认定他是4974万，这是中间最大的一项啊。在这里头又分为好几项。第一呢是1334万，说他啊不该领的工资他领了。他讲的就是任志强当时的薪水，他是在自己的华远地产里做董事长嘛，他的年薪是700万，700万人民币啊，确实一般人看起来非常高，但是呢又符合当时的他们的公司的激励机制嘛，因为全部都是奖金嘛。
但当时上级部门对他有个批示，说这个奖金啊最好不要拿了，等你退休的时候一笔啊再拿掉。所以他的这些700万的奖金啊，都挂在他们公司的账户上，被当作应付工资。等到任志强2014年退休的时候，一笔领走的。当时交了个人所得税之后，一共领走了700多万。那后来法院就认定说这笔钱呢，不应该领，应该属于贪污，就直接认定他贪污了1334万。应该说这个是肯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年任志强700万年薪的时候，是经过各级政府反复审查认可的，包括当年的朱镕基总理都做过批示，魏建行也做过批示，大家都认可这700万的年薪没问题。但是现在任志强仅仅因为他发表了这篇文章，过去认为合理的领取的工资也被认定为是贪污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认定他给他自己的儿子的公司啊，转了3640万财务顾问费。任志强跟他自己的前妻啊有一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在小的时候跟他之间没有太大的交往，后来长大之后看来是有交往啊。这一部分呢，他就说在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说华远地产要贷款，贷款的过程中间呢，他儿子的公司呢，据说是做居间撮合，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服务，然后分2次，一次是转过去了2340万。另外一次呢是转过去了1300万，这2次加在一起呢，一共是3640万，是财务顾问费。关于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材料啊，也不好判断。那我想说的是，如果他儿子确实没有给他华远地产公司做服务，那么呢，这个钱啊，确实是不对的啊。这是第2笔。第3笔就认定他受贿129万，就是任志强啊跟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给他在北京的公司啊去装修，一共是先后打了5笔钱做装修款，这装修款最后认定呢是125万。那这个呢，看起来啊，任志强我认为可能是多少有些问题，因为那个人是跟华远地产之间有一些业务往来嘛，然后呢，任志强让他去做装修，自己没出钱。我现在看到公布的这个数据，这个应该可能是比较确凿的啊。第4呢，就是挪用公款。就当时啊，华远地产呢搞这个内部的股权激励，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当时约定呢是不能做投资的，但是任志强呢就把华远地产啊借给了他一笔钱，然后呢这个公司呢又去投资去做公寓啊，当然承包做的也是华远地产嘛。做完之后呢，这家公司就开始分红了，因为任志强在这个公司里头持股比较高。最后呢，获利是1924万元。第4项呢，就是滥用职权，让公司啊，损失了1.1亿的人民币，而自己获利1941万元。具体怎么获的不知道，也没有详细披露啊。那这里头我想说的是啊，任志强啊，在长期在商业领域内啊，如果你要是睁大眼睛仔细去看，说一点违规的都没有啊，可能也比较难。我内心来讲，但问题的关键是啊。任志强在退休的时候做的退任审计的时候没有问题，而就在他批评了习近平之后，就全部有了问题，包括过去认为没有问题的那些项目啊，也全都有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啊，即便有，应该说也不是因为他的经济问题，而是因为他说了习近平，他是因言获罪。这种现象非常可怕，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转制的过程中间啊，如果你严格的抠法律条款，任何人可能都经不起查。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当年啊，我们发工资的时候要交票啊，因为他不承认我们这些临时工可以领工资嘛。我这些年在中央电视台交了多少票呢？我也算了一下，我估计肯定是有个100万。但是如果要是纪委来查我说这交票啊就属于贪污节目公款，我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间啊，确实有许多灰色的地带啊，你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那些法律规范去衡量，一旦衡量，人人都犯法。但是关键是任志强最本质的核心，他不是因为他的经济问题而被抓起来的，而是因为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批评习近平。据说啊，9月11号开庭的时候啊，任志强的家人也给他请了律师，想要给他辩护，但是任志强啊放弃了，没有用。他说他要在法庭上自辩，但是由于这个审判过程中间没有开放啊，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自辩了，还是说在法庭上都是通过沉默来表达他对这个判决的抗议呀。不管怎么说吧，9月22号宣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之后啊，他没有上诉。我猜想啊，任志强知道这个判决啊也不是法院能决定的，他上诉不上诉啊也改变不了这种结果，他不上诉啊也是对这个判决无声的抗议的一种方式吧。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书里头和重复的历史过程都可以看到，包括爱因斯坦等等，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的人，通常是最伟大的人。如果你不愿意或者只能去服从于他人的意志的时候，通常你会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者。我看到任志强这些遭遇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任志强比较像历史上的哪一个人？我思前想后啊，他比较像彭德怀。彭德怀大家都知道啊，1958年的时候，全国各地搞大跃进啊，最终的结果是饿殍遍地，赤地千里啊，全国各地饿死几千万人。看到这个现象的人很多，但是一般人不敢讲出来，也不愿意讲出来。但是彭德怀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啊，他却率先在会议中间讲了出来，并且向毛泽东发难。当然啊，最终的结果啊，他没有伤及到毛泽东，却给自己啊带来了近乎于一场牢狱之灾。他虽然没有阻止历史的进程啊，但后世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啊，都敬佩彭德怀的勇气啊，也感叹如果历史那个时候啊，彭德怀能够站到历史的上风，中国也不至于后来付出那么大的历史代价。任志强也相似啊，他自己啊是一个红二代，我相信他不反党，他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啊也担忧。同时呢，他因为长期浸淫于市场经济之中，他也知道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他看到什么呢？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领导干部的任期制被打破了，党内的权力啊重新定于一尊，有人想当皇上，有人谁要敢反对他，表达出对他的不满，他就会采取一切手段把对方清除掉。这一切他太熟悉了，因为文革时期的老毛就是这么干的。但是啊，那个时期的中国，他也知道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陷入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觉得中国不应该重新走回头路，所以他用自己的文章啊，试图来阻止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当然，最终的结局他肯定是没有伤及到习近平，相反，却给自己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把我们面前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我就在想啊，你说任志强的牺牲是不是无效的，是不是无谓的啊？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任志强的牺牲之后啊，可能他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确不能走回头路。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许最终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踩一脚历史的刹车。正如任志强在文章最后讲到的，中国或许会重新经历一场粉碎四人帮，重新经历一场改革开放。那如果中国最终是走向那条道路的时候，我相信任志强今天的这场牺牲啊，一定会成为历史向前发展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所以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任志强的牺牲，能够了解到任志强他写的这篇文章。历史在很多的时候就是由
无数人的牺牲啊，一点一点打起来的。因为当牺牲的人多了，人们的勇气也就变大了，不是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插过队，当过兵，做过监牢，离过婚，可能人生该干的事儿我几乎没干过。我除了没当过共产党的公务员以外，基本上剩下的事儿都干过。你一定对你的孩子说，别撒谎，说真话。为什么到你们在的社会上说话的时候都得说假的，不说真的呢？我看挺烦的。我觉得说真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清楚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做人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至少不想丧失自己的尊严。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把我们面前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